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尸变。故事发生在一间破旧的老房子内，只见有个女孩被铁丝捆绑起来，桌上还摆着折磨犯人用的工具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女孩却对着男人喊了声父亲。她问父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这里，还有旁边那些奇怪的人是谁。父亲说他们是好人，是来帮助你的。女孩又问妈妈在哪，父亲说妈妈已经死了，而且是被你杀掉的。这时，旁边的老太打开了一本书，男人也按照她的指示，将一瓶汽油倒在了女儿身上，接着就点燃一根火柴，准备烧死她。此时，女孩也突然切换成了鬼脸，还说要撕碎父亲的灵魂，并且吃掉他。原来这个女孩已经被阿飘附体了。随后，父亲举起猎枪，终结了女儿，并将阿飘封印在了这里。镜头一转，一群年轻人驾车来到了这间房子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小美戒毒。同行的有小美的哥哥大壮、大壮的女朋友小娜，以及长发男小帅和当过医生的黑妹。就当他们走进这栋房子的时候，一股奇怪的味道就扑鼻而来，闻起来像是某种东西腐烂的味道。大壮猜测可能是来这里饮酒作乐的小年轻，因为自从他们的妈妈死后，小美和大壮就搬到城里去住了，所以这房子经常会被人当成露营的地方。可小美不知道是毒瘾发作了还是什么，她一直闻到房子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，并且这味道让她坐立难安。于是大伙就开始寻找，这时一旁的黑狗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大壮赶紧掀开地上的毯子，发现这毯子下面竟有片血迹，旁边就是地下室的入口。而当大壮打开盖子的时候，一股浓烈的恶臭就扑鼻而来。大壮和小帅顺着气味的来源走了下去，他们打开其中的一个房间，发现这里竟然挂满了猫的尸体，木桩上面还有块被烧焦的痕迹。喜欢研究灵异事件的小帅一眼便看出了这里应该进行过某种巫术，而旁边摆着的那本书也证实了这一切。他们把书拿了出来，小美警告小帅最好不要碰那本书，随后他就回自己房间休息了。但喜欢灵异事件的小帅忍不住好奇，趁大家忙着准备晚餐的时候，他用钳子剪掉了书上的铁丝网，打开电灯开始研究。可翻开第一页的时候，就看到上面被人用笔写了不要碰这本书，但是小帅却无视警告还在看。这时他发现书上有些字符，貌似被人用东西挡住了，他赶紧拿了一张白纸，用铅笔临摹了出来，上面好像是一个名字。小帅就读了一下，但同时森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飞了过来，他继续读出第二个字，那东西越飞越近了。而读出第三个字的时候，在外面的小美突然看到了什么，接着就趴在地上吐了起来。镜头一转，只见那树底下出现了一个人，并且喊着小美的名字。小美不知道是毒瘾发作了还是怎么了，她回到房子说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随后就要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但黑妹认为是小美坚持不住了，所以胡乱编个理由想要撤退。小美请求大壮带她离开，但也被拒绝了。等他们想要去房间安慰小美时，却发现她从窗户逃走了。镜头一转，小美驾驶汽车冲了出去，几人追出来时已经晚了。而这边小美没开多远，马路中间就突然出现个人影，她吓得一把方向冲进了旁边的池塘。再看那东西还没追上来后，小美从车上跳了下去。可她爬到岸边时，突然听到大壮在喊她。小美一转头，一只阿飘从水里钻了出来，小美魂都吓掉了，赶紧跑。阿飘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这时小美突然被一根树枝绊倒，她滚进了一个杂草堆里，一根藤蔓紧紧抓住了她。小美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，反而还被越勒越紧。就在此时，阿飘已经来到了小美面前，他先是抬头看了小美一眼，随后从嘴巴里吐出了一条长长的东西。镜头一转，大壮和黑妹发现了树林中的小美，他们把小美带回房子，大壮让她去洗个热水澡，别感冒了，但小美却说那东西就在屋子里面，让大家小心点。接着他就跑进了浴室，但小美突然就将水温调到了最大，尽管皮肤被高温灼伤，她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发现异常的大壮赶紧撞开了房门，将小美从里面拉了出来，随后驾驶汽车朝医院的方向开去。可开到一半，大壮突然把车停了下来，他走下汽车，发现前面的河水竟然淹没了大桥。大壮只好将小美又送了回来，在被黑妹简单处理后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可就在此时，小美拿着一把猎枪走出了房间，并且身体还不停地抽搐。大壮怎么喊她都没有反应，紧接着还一枪打中了大壮的肩膀。此时房门也被一阵大风吹开，小美用力发出了嘶吼，说他们今晚都会死在这里。说完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大壮让一旁的黑妹赶快去拿枪，可他刚摸到就被小美抓住了，接着一把将黑妹按倒在地上，嘴巴像开红蟹闸一样吐出了大量不明液体。黑妹用力挣脱，把小美推进了地下室。随后小帅关上了门，众人都被发生的一切吓傻了，只有小帅很清楚小美是个什么情况。他说很可能跟地下室的东西有关，但是大壮根本不信这些灵异事件。镜头一转，黑妹在卫生间清理身上的污渍，可当她看向镜子的时候，镜子里却出现了一张鬼脸，随后玻璃突然裂开了，
他刚想要离开这里，却发现面前的门动了起来，接着黑妹的身体就不受控制，直接停在了原地，脑袋也跟小美一样开始抽搐，而且还大小便失禁了。此时外面的小帅发现了奇怪的声音，他一边喊着黑妹，一边打开了门，却发现黑妹蹲在地上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小帅就走了过去，掀开帘子，看到黑妹在用玻璃碴子割自己的脸，这属实把小帅吓了一跳。他问黑妹在干什么，可下一秒小帅踩到一块皮摔倒了。此时黑妹也站了起来，小帅想跑，门却被关上了。接着黑妹拿起针头刺中小帅，小帅被扎了几百下之后，终于用力推开了黑妹。但没过一会儿，黑妹又爬了过来，小帅不得已用马桶盖砸死了她。听到动静后的大壮赶了过来，镜头一转，大壮就开始为小帅处理伤口。小帅也说出了这些怪事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他碰了那些书，并且放出了一种可怕的阿飘，还说他杀死的并不是黑妹。可大壮始终不相信这些灵异事件。就在小娜去厨房拿东西时，地下室的门却打开了。他本想跑过去告诉大壮，但此时下面的小美叫住了他。小美问自己为什么会在地下室，还说好冷，能不能给她拿件衣服。小娜以为小美恢复了，就走了下去。可小美的声音突然就变了，那声音听起来根本不像小美，而是一个男人。此时小娜想要爬上去，但梯子因为老化直接断了。镜头一转，当大壮打开地下室，发现小美正往小娜身上吐着什么东西，随后他赶紧把小娜拉了上去，并用铁链锁住了地下室。小帅认为把书烧了就能结束这一切，但是这书却怎么都烧不起来。小帅仔细阅读后，终于找到了办法，如果要停止这一切，就必须要将小美杀死。大壮听到后生气了，小美是他的亲妹妹，怎么能说杀就杀？他怀疑也许是地下室那些猫将某种病毒带给了小美。就在此时，另一边的小娜出事了，她发现被小美咬伤的手掌开始腐烂，并且伤口还在急速蔓延，而她的身体也开始了抽搐，这是被阿飘控制意识的前兆。这时小娜看向了切肉用的电锯，随后她启动了开关，而因为负载过大，导致屋内停电了。大壮和小帅赶紧跑去查看，发现厨房内到处都是血，小娜竟然锯掉了自己的右手。随后在二人的极力抢救下，小娜还是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。这也让大壮终于狠下心来，他决定杀掉小美，结束这一切。而书上提到的方法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火烧，一种是活埋。大壮在屋内倒满汽油，打算把这里烧了。就在他点燃打火机时，下面的小美居然唱起了歌，而且还是小时候经常为大壮唱的。大壮看了眼他们以往的照片后，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放火。这时外面突然劈下一道闪电，把一棵树给点着了。大壮也突然想到了一个救小美的方法，他赶紧去仓库拿了2个针头，然后利用一台电机做了一个自制的心脏起搏器。而在房子外面挖好坑后，大壮打开地下室走了进去，可找了一圈始终没有看到小美的影子。就在他看向一个水坑时，小美突然拿着刀冲了过来，把大壮扔飞了出去，接着把他按到水下要淹死他。就在此时，小帅从后面砸晕了小美，可惜他的肚子也被小美捅了一刀，最后因为失血过多死了。镜头一转，大壮将塑料袋套在小美头上，随后将她扔进土坑开始活埋。阿飘眼看自己就要小命不保，开始利用小美的人格求饶，但大壮已经摸透了阿飘的套路，他知道这个人并不是小美，于是果断填坑把她埋了。很快大壮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，他又赶紧挖开泥土把小美拉了出来，然后用自制的起搏器做起了电击，可伴随着电流的不断除颤，小美依然没有半点生命迹象。这时大壮也放弃了，准备离开，却被小美的声音喊住了。大壮转头发现小美居然站了起来，他冲过去紧紧抱住了妹妹。在确定这是真的小美之后，大壮就跑到屋内去拿车钥匙。可就在此时，小帅突然出现在大壮后面，并且用刀刺中了他的脖子。原来阿飘还没死，他只是附在了小帅的身上。听到动静的小美跑了进来，而大壮自知无力回天，大喊着让小美快跑，紧接着就一把关住了房门。小美拼命敲打，但里面却传来一声爆炸，大壮打爆油桶，与阿飘同归于尽了。而他们5个人最终只有小美活了下来。